近日在央视节目中，疑似我国最新的弹射版歼幺五 T 现身，它与华跃版歼幺五 T 有何不同？在海4代即将首飞之际，歼幺五 T 有开发的必要吗？近日，央视的军事节目对我国的舰载基地进行了探访，其中有一幕引起了关注。在一个展现歼幺五舰载战斗机的画面中，一架编号为552的华跃版歼幺五战机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架只露出半个身子的歼幺五战机的身影。以旁边编号为552的华跃版歼幺五战机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架歼幺五战机起落架处有一些明显的区别。首先，右边这架歼幺五的起落架明显加粗，这样明显是在增加飞机起飞时起落架的承受力。更加明显的是，右边这架歼幺五的后轮处有专门为弹射装置设计的弹射牵引杆，这个装置同样是用于在弹射器以巨大动力将飞机弹出后，用以分散起落架受力。同时，前起落架上还有一个限位杆，限位杆的作用是将飞机固定在弹射器引导坡道内的固定器上，以便在弹射装置启动时稳定飞机机身。从这些特征来看，基本上可以确定右边那架半隐半现的歼幺五战机就是弹射版的歼幺五 T。随着我国第3艘航母逐渐成型，这艘被认为是中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问世在即，因此对于设计一款电磁弹射版的舰载机也是势在必行。不过弹射版的歼幺五 T 战机虽然早在数年前就有消息，但却经常被忽略掉，因此更多人都在期盼着中国下一代隐身舰载机，也就是传说中的海4代。此前，沈飞601所发出消息称，明年我国新一代战机将会迎来首飞，很多人猜测这架战机是中国下一代的隐身舰载战斗机。至于海4代究竟是舰载版的歼20，还是 FC31的完全版歼31，目前还有争议，但可以看出中国下一代舰载机日子也愈发临近。或许有人要问了，既然在第3艘航母与海4代都快出现的时间点，海4代即将首飞之际，开发弹射版的歼幺五 T 是否还有必要？答案当然是很有必要。对于未来中国的海4代而言，复杂的测试同样必不可少，而在第3艘航母服役后，要是等海4代上舰，可能都会有一段空窗期，因此歼幺五 T 战机将成为弥补空窗期的最合适舰载机。我国在成熟的重型舰载机歼幺五基础上打造歼幺五 T 并非难事，同时歼幺五 T 在第3艘航母的服役也可以为后续海4代的服役提供更多的数据参考，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有分析人士认为，第3艘航母前期将会以歼幺五 T 为主力舰载机，待到海4代成熟之后将被逐步替换掉。美国号称72小时击沉中国舰队，我国该如何应对？这么做对美国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近日，来自于美国方面的一番言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开始鼎盛发展，时至今日，美军已经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军队。然而，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不但没有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反而还在四处招惹是非，挑衅各国底线。近日，来自于五角大楼高官方面的一番言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五角大楼负责政策副部长米歇尔·弗鲁努马妄言，中国海军试图在中国南部海域与美军产生对抗之前，将要被迫三思。美国海军有能力在短短72小时之内击沉东方的舰队。由此可见，美高官的确非常狂妄，让人直呼好大的口气。美官员的这一言论一经报道之后，有不少网友开始激烈讨论，甚至有一些军事爱好者开始分析，如果中美在中国南部海域发生争端的话，双方的结局又会如何？有网友认为，美国在这场战役中并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72小时以内击沉中国的舰队，并且他们的赢面并不大，因为美国一般发动这种战争的原因，基本上会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比如说大选、新冠疫情等事件造成的影响，或者说是为了在其他领域与中国展开较量。像这种情况的话，美国通常都不会做动员，选择孤军奋战。如果美军进行孤军奋战的话，估计他们最多会派出3个作用的航母战斗群，然后美军可能会使用他们部署在关岛地区的一些战机。但是美军一旦派出这种阵容的话，那么他们在第1岛链以内就有一大半的军舰和士兵会折戟在此，因此他们这种阵容气势汹汹的前往作战地点的话，中国方面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对抗行动。首先，美军的军舰抵达第1岛链后，解放军很可能会使用东风26和东风 21D 导弹来配合海空军的反航式反舰导弹以及大量潜艇进行打击。这样一来，美军将会损失惨重。这种战争的失败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内部局势的动荡，
然而还有另一种情况，第二种，美国要来打一场大仗，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将集结6至8个航母战斗群前往敏感地带，这个时候我国近海的海防、空防压力将会变得巨大，我们只能在沿岸进行防御，这时我们很可能会对美军进行立体饱和攻击。毕竟以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来看，抵挡美军的6至8个航母战斗群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这一结界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显然美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因为两败俱伤的结果会导致美国的3军统帅很可能会因此而下台，并且美国的这一举动很可能会直接导致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霸主。不仅如此，不管美国在该地区发动大型还是小型战争，只要这场战争打响了，我们必须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假如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能否有实力核反击？西方提出质疑，而王湘会大校进行反驳。根据国际机构的数据，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300枚左右，这个数量仅占到美国的1/20。因此，西方有专家观点认为，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中国将很难对美国进行对等的核报复。一是中国核弹头数量有限，二是在美国的一次核打击下，中国还能存有多少核力量也值得怀疑。三是美国建有完善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的核弹头有多少能抵达本土也很难说。而这种观点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核武器的现状。来看看军事专家怎么说。据港媒南华早报报道，近日，我军前空军大校、著名国际战略研究专家王湘会教授在莫干山论坛上坦言，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实际上一直都是美国的一项军事选择。甚至有一些美国的评估报道称，在美军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后，中国的核弹可能仅有1枚能在美国的第一次打击中幸存下来，并且突破美军防御抵达美国本土，而这样的代价美国是完全可接受的。然而王教授直言，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胡说八道。王湘会教授表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为陆地和海上的核武器库建设了稳固的防御设施，包括庞大的运输和保护导弹隧道网络。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依旧有能力保留自己的核反击能力。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建立可靠的2次打击能力来应对核袭击。除了洲际弹道导弹隧道外，中国还开发了先进的水域堡垒，让弹道导弹潜艇可以安全运行，即使遭到了敌人第一波核打击，这些设施里的核弹也能幸存下来。早在多年前，官方媒体就有报道过，中国在全国各地建造了超过5000公里的地下长城，以便隐藏移动和发射核导弹。而且如今，中国拥有多种强大的核载具，可以保证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也能将核弹头送到大洋彼岸。中国在弹道导弹方面的技术实力，甚至要更超美国一筹。像射程达到14000公里的东风41导弹，可携带多达10枚核弹头抵达美国本土。东风26与东风 21D 导弹可对大洋上的美国航母进行核打击。最新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被认为美国的防御系统几乎无法拦截。此外，有消息称，中国在海底深达3000米的海沟建设了核潜艇基地。中国的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携带巨浪2海基核弹便潜伏于此，完全不惧美国的核打击。巨浪2的射程达到7400公里，而后继的巨浪3导弹射程预计达到12000公里。王湘会表示，若美军先发核弹，中国也具备对美本土一次饱和式核反击能力。了解这个情况，就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打击。解放军军演展示新的岛礁战术有何神奇之处？又为何能让075舰实现超视距作战？据媒体报道，11月16号的时候，解放军在苏北海域进行了一场直升机跨海演练。从此前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来看，禁航范围包括了一些岛屿，因此很可能是一次夺岛礁作战演习。而央视也在针对此次演习的报道中，首次呈现了我军的一种新夺岛技术，很是有意思。在节目介绍中，我们得知，此次演习主要是针对无人机与直升机的协同作战。简单来说，就是派遣侦察型无人机打先锋，无人机将前方的情报实时传输给后方的直升机部队。在确定打击目标之后，直升机在远距离进行超视距打击。媒体也透露，近段时间的演习中，解放军已经展示了一种适用于直升机的新型超视距导弹。这个战术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实际意义却很大。我们知道，武装直升机拥有装甲车杀手的称号，在面对地面装甲部队时，往往能打出摧枯拉朽之势。因此，武装直升机可是为登陆部队扫清障碍的重要保障。不过，武装直升机虽然对地面装甲部队占有很大的优势，但直升机毕竟不能像战斗机一样飞到万米高空进行投弹。武装直升机要确定目标时，往往需要在近距离进行火力打击，而这个时候自己又最容易被暴露出来，
也容易成为靶子。这也就是为何能横扫坦克与装甲车的武装直升机往往容易被肩扛式火箭弹给击落的原因。如今，解放军可以利用身材小巧、不易被察觉的侦察无人机来作为武装直升机的眼睛，让直升机不用靠近前线就能进行火力压制，这也极大保障了直升机的安全性。而且，跨海作战时利用直升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我军可以说具有首创性。美军倒是曾用 MQ-1C 等无人机配合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超视距协同作战。不过，由于阿帕奇并不适合海上作战，在海面进行直升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并无参考。况且海面的能见度、风力往往难以预测，难度要更大。因此，解放军的这套战术是具有一定挑战性。除了考验装备的先进性，也考验人员对战场环境的精准判断。而要说到直升机进行岛礁作战，很多人第一时间也肯定会想到我国新型的075型两栖攻击舰。随着我国3艘075型逐步成型，在将来075型将会担负起我军岛礁作战的主力。一艘075舰能容纳30多架直升机。此前，我国最强的武装直升机直10也进行了甲板起降训练，将来也有可能登上075舰。